杨紫再次选择小言剧，放弃了扶贫剧，业内人士戏称她也开始摆烂。最近有业内消息称，杨紫被小言剧和扶贫剧同时找上门，希望杨紫能够出演，而杨紫是想都没有想就接了小言剧，因为之前杨紫有喊过转型的口号，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业内的人士在戏称，说杨紫是言语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，年纪轻轻的她就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演艺事业摆烂了。有可靠的消息称，杨紫最近确实是对于商业属性强一点的项目比较偏向。一方面，从前的明星们大多数的理想其实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抱着不能白混一遭的心态，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手段，目的都是奔向拿奖升咖的方向。但是，因为这2年85花中的翘楚杨幂，把一股新的风潮带动起来了，那就是在娱乐圈中虽然没有40岁的流量，但是40岁的富婆还是有的，因此不少的女星就开始以杨幂为榜样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去在乎自己的口碑和荣誉了，只是趁着机会一门心思的去搞钱，甚至去搞快钱。其实大多数男明星也是一样，看看那些乐于做直播带货而不务正业的那些男女明星们，他们的目的不都是为了带货赚佣金、卖坑位等等，从而来捞快钱吗？内娱圈的风气就是被这些人给搞坏了，当然，也就是有那些自愿当韭菜的粉丝，才让这些不务正业的明星会乐此不疲。这些甘愿当韭菜的粉丝们，在你们支持你们喜欢的明星，而买他们带的货的同时，想想你父母满脸的皱纹以及枯瘦如柴的双手吧。花哥求你们了。其实有一说一，杨紫就是以杨幂为榜样的众多明星中的一个，所以对于杨紫来说，粉丝对她的苦口婆心，以及粉丝费尽心思的去为她规划转型的路线，完全就是在对牛弹琴，简直是多此一举。另外一方面，虽然目前为止90花中的顶流选手只有迪丽热巴和杨紫2人，杨紫只要是不比迪丽热巴差太多的话，那就是妥妥的亚军选手。但是自从 Angelababy 杨颖在和黄晓明官宣离婚之后，本来已经处于被大制作嫌弃，而他又嫌弃小制作状态的 Angelababy 杨颖，突然开始仗着自己长得嫩，开始往90花的资源里面伸出他的魔爪了。于是这样一来的话，杨紫现在要是再不想办法在流量上多去卷一卷的话，那本来很多非她不可的资源，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被开始事业心爆棚的85花中的 Angelababy 杨颖这个大姐姐给截胡走了。因此杨紫自己倒是也未必就不想去转型去演正剧，只是因为目前这个态势，有了 Angelababy 杨颖突然的横插一脚，当前要紧的不是转型，而是保住自己的流量，不要跌落出顶流选手的位置。毕竟不管怎么说，口碑和热度两者总是需要占一头的吧。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，自从网络水军被管控了之后，杨紫现在的声浪和以前比可以说是下跌了太多太多，但愿她的新剧可以溅起大的水花吧，不然的话，杨紫她以后在娱乐圈中的日子还真的是就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。02杨紫沉香如屑即将上映，央视点名预热，已经成功取得发行许可。2022年真是一个古装元年，先是年初火爆全网的《雪中悍刀行》开了好头，后面又有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与君初相识，李易峰的《敬双城》和赵露思和杨洋的《且试天下》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古装剧。除了已经播出的电视剧以外，还有刘亦菲和陈晓的《梦华录》，杨紫的《沉香如屑》即将开播，这2部剧也是网友非常期待的古装剧作。杨紫《沉香如屑》即将上映，央视点名预热，已经成功取得发行许可。杨紫的《沉香如屑》在4月29日已经成功取得了发行许可证，距离上映也只差一步之遥，这一步就是视频平台和央视的定档了。作为一部能够在央视上映的作品，不得不说杨紫的排名真的很大了。近日央视更是直接下场为《沉香如屑》预热，据悉这部剧即将在6月15日正式登陆央视。《沉香如屑》和《沉香重华》也会分开上映。其实这种模式今年也看到过，例如《玉娇继之与君初相识》和《恰似故人归》就是这种分开上映的模式。不过现在大家最期待的应该还是杨紫的《沉香如屑》可以早点上映，而央视毕竟是顶流，没有10之8九的事情一般不会下场宣发，所以大家只要静待6月份就好。
提前把花生瓜子准备好就行了。除了这部即将开播的《沉香如屑》以外，杨紫最近在横店拍摄一部现象级仙侠剧《长相思》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杨紫真的可以称得上娱乐圈上的顶流了。但是其实杨紫作为一个童星，刚刚开始出道前也是遇到了很多磨难和挫折。很多年前，杨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一件非常黑暗的事情。杨紫跟主持人说，在拍摄一部剧的时候，因为投资方暗箱操作，自己突然被换掉，大半夜被赶出了剧组。她和妈妈拖着行李到处打车，无助的母女俩边走边哭。经历这种黑暗时刻以后，杨紫变成更加优秀，也更加善良。她会去帮助一些流量比较低的新人，给他们推荐导演，让他们去参加综艺提高人气。杨紫是那种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愿意为别人打伞的人。最后期待《沉香如屑》收视长红，也希望杨紫以后不忘初心，越来越红。